5·1度假遇到大白鲨，我的妻子作为海洋动物驯养员，却故意弄破女儿的手指，让她引开鲨鱼，只为救她白月光的儿子。等我赶到时，血染红了一片海。我打电话质问妻子，却只得到她不耐烦的怒吼：烦死了！救援都去了，还要怎样？他是我教的游泳，拖一下又怎么了？我看着女儿残破的身体，双目通红。这婚姻早就该断的，他们也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等我赶到，鲨鱼刚被救援队用麻醉枪放倒，但大海已经染红了一片。我不顾一切地跳下海，抱着女儿佳佳被鲨鱼咬地残破的身体，眼眶一片通红，泪止不住落了下来。明明我才出去买水不到1个小时，平常健康活泼的女儿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佳佳看到我来了，涣散的眼神仿佛回光返照般有了些许神色。她像用尽力气一样，张口小声喃喃着。我凑近，只听到佳佳不停地对我说：爸爸，我好疼，我好疼，爸爸，我没有手了，是不是？爸爸，妈妈，为什么不要我？一瞬间，我浑身颤抖，朝渐渐闭上眼的女儿不停喊着：佳佳，佳佳，坚持住，看看爸爸好不好？爸爸要你啊，你看看爸爸好不好？我没有得到回音，只有一旁涌来的医护人员将我拉开，跟我说：先生，让，抢救要紧。然后我看着小小的浑身是血的佳佳被抬上了担架。那一夜，我守在一直亮着红灯的急救室，不敢闭眼。从始至终，我的妻子吴月，也是佳佳的妈妈，都没想过打来一个电话，但我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她的消息，因为她上了电视。医院播放着关于碧市深海区出现鲨鱼的新闻，吴越在新闻里却成为了众人追捧的英雄，因为他从鲨鱼嘴里救下了个7岁的男孩，而那个男孩就是他白月光的儿子浩浩。他在电视里搂着受惊的浩浩，不停地哄着，却没有一丝想过被自己抛在鲨鱼嘴下的亲生女儿。他说他是海洋动物驯养员，主持人夸他不愧是海洋英雄，他害羞地笑了，而我紧盯着屏幕，心中的怒火止都止不住。所谓的英雄，却情愿救一个跟自己毫无血缘的孩子，也不愿意救一救自己的女儿吗？怎么就他的白月光佳佳是孩子，我和他的佳佳就不是吗？这种怒火在我看到拜托朋友费尽力气找来的监控视频时达到了顶峰，因为是不远处灯塔上的监控，他的一举一动被拍得清晰无比。视频里，他主动带着2个孩子朝深海区游，一开始很正常，除了吴越只顾看着浩浩，而把佳佳晾在一旁，直到浩浩尖叫一声，离他不远处出现了一头4米长的大白鲨。紧接着，吴越的下一个举动却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竟然将原本离得最远的女儿一把拽了过来，然后在佳佳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咬破了她的手指，鲜血从女儿的手指溢出。她哭着看向吴越，却丝毫唤不醒这个女人的一点同情。吴越只是一把抱住浩浩，加快往回游，任由女儿在身后费力的一点点划着，指尖的血在女儿游过的海水漫开。接下来的画面惨绝人寰，鲨鱼不费力地逼近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更大片血红色弥漫在海面，而我的妻子但凡回头一下都能看到身后的惨剧，她却一次也没有。我看得双手颤抖，连手机都拿不住，不自觉的泪水已经流满了脸。我不停地扇着自己的巴掌，
我恨我为什么没能早点出现，我更恨为什么不早点带着佳佳离开这个狠毒的女人。我的佳佳，平常打个针都会瘪嘴跟我撒娇的孩子，被鲨鱼咬的那一刻，她得有多疼啊！被妈妈抛弃的那一刻，她又该有多绝望啊！我想不到，也不敢去想，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，不能呼吸。吴越，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呢？虽然我知道吴越素来偏心，但怎么没想到他竟然已经丧心病狂到这一地步。耳边又恍惚想起佳佳最后那句满是委屈的喃喃，他在问我为什么妈妈要抛下他，心中怒火再也压制不住。我拿起手机给吴越拨去了电话，我要问问他，世上怎么会有他这么冷血的妈妈？结果1遍、2遍、3遍都无人接听，直到第4遍，那边终于通了。我再也忍不住大声质问：吴越，你他妈怎么忍心留佳佳一个人在那儿？你还咬破她手指，那可是鲨鱼呀！你还是人吗？那边只是停顿了一瞬，就传来他不耐烦的怒吼：烦死了！救援都去了，还要怎样？他是我教的游泳，拖一下又怎么了？他只是5岁的孩子啊，你要他怎么拖？佳佳被鲨鱼咬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听到他呼吸一滞，又很快冷笑一声，道：佳佳就是跟你这种人在一起才学坏的，就会天天骗人。我可是海洋动物驯养员，我能不知道鲨鱼对人血没反应吗？还咬人，别整天拿女儿骗人了，我还要照顾浩浩呢。电话那头应景地传出一道蛮横的男孩声音：月月阿姨，我要吃苹果。那边吴越又跟变了人似的，回头温柔地应好，又是浩浩。女儿发烧时，他说要去照看冻感冒的浩浩；女儿被幼儿园同学欺负时，他说要去给浩浩做饭。现在女儿躺在抢救室，生死不明，他又说要照顾完好无损的浩浩。我目眦欲裂，往日的怒火此刻倾巢而出。吴越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佳佳都要死了，你也不肯来看她一眼吗？你就喜欢照顾一个毫无血缘的孩子，是吗？伴随着那边男孩哇哇大哭的声音，吴越想也不想地怒骂回道：神经病啊！为了骗人，你连女儿的死都说得出来呀？真死去火化呀？找我干什么？真是的，浩浩都被吓到了。浩浩乖哦。后面只剩嘟嘟嘟的忙音了，吴越直接把电话给挂了，再打过去，已经把我拉黑了。下一秒，急救室的门打开了，我没来得及顾吴越，踉跄地跑过去问医生怎么样。医生只是悲悯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摇了摇头。那一刻，所有希望都化为泡沫，我正愣在原地。医生拍拍我的肩膀，安慰道：还有最后一点时间，好好珍惜吧。话末，我又听到医生低低地哀叹了一句：哎，这孩子太惨了。直到打开病房门的刹那，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我那么可爱的佳佳呀，呼吸微弱地躺在病床上，没有了一边的手，下面的脚也被截掉了，像个坏掉的布娃娃。我不是个轻易流泪的人，但看到女儿这副样子，我的泪水却怎么也控制不住，全都砸在了地上。等到了床边，我泄了力气般跪到了地上，我握着女儿逐渐冰凉的小手，不停地摇着头，哽咽道：是爸爸不好，爸爸不该走的，都怪爸爸。一直没有动静的佳佳，此时手却轻微地碰了碰我的掌心，她像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挤出了抹笑容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，只能虚弱地朝我呢喃：不怪爸爸，爸爸，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啊？佳佳的声音一声比一声虚弱，我的泪水也忍不住越流越凶。佳佳一直是很爱漂亮的孩子，她会戴上发卡朝我不停炫耀，好不好看呢？
爸爸，那么可爱活泼的女儿，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呢？我心揪成一团，不停回应他：没有没有，佳佳最美了，佳佳在爸爸心里最美了。爸爸，骗人！佳佳似乎想要撒娇，却没有力气支撑她再那么做了。爸，我好累。随着逐渐微弱的呼吸，我听到他最后轻轻的出声：爸爸妈妈真的不要我了，我也不要他了。紧接着，心电图滴的一声变为了直线，我泣不成声，嘴上只是不停重复：爸爸要你，佳佳，爸爸要你啊！但床上的女儿却再也无法给我任何的回应。其实吴越对女儿一直都极为冷漠，甚至有点严苛。这样的态度，在他的白月光徐宇恒和他儿子浩浩回国后，更是变本加厉。不止频繁去徐宇恒家照顾浩浩，更是当着面说起浩浩，然后教训女儿。他不止一次敲着女儿的脑袋，训斥道：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你看人家浩浩多有活力，哪像你这么晦气。那一天，女儿被幼儿园里的男孩欺负得摔了好几跟头，还被掀了裙子，却得不到他的一句关怀，只有无止境的批评。就像这次，佳佳到死也没等来自己妈妈一个关爱的眼神。每次我跟吴越谈论这件事，他甚至理直气壮地回对我说我心思龌龊，他就是觉得浩浩没有妈妈才会格外关照的，毕竟是老同学。而佳佳会偷偷拉着我的手，安慰我说：妈妈只是太有爱心了才这样，不是不爱他，也不是不爱我，让我别难过。我知道，其实佳佳一直渴望着这份没有回应的母爱，所以不停地拿话安慰我，也安慰她自己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我可怜的佳佳才彻底放弃。早知道吴越能这么狠心，我就该带着佳佳早点离开他。我握着拳头，止不住地捶墙，发泄着心中的恨意。吴越，我们这场婚姻终于到该断的时候了，而你们也一个都别想好过。佳佳葬礼那天来的人有很多，还有一些是医院里的护士。之前因为被欺负的事，佳佳去过医院，许多护士姐姐都很喜欢她，还有一些不认识的，知道佳佳的事情后，也自发过来献花。他们觉得佳佳离开的时候太痛苦，那么可爱一女孩，本不该这样的。是啊，本不该这样的。她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被最爱的妈妈给亲手送进了鲨鱼嘴里呢？所以我没叫吴越，她不配当佳佳的妈妈，而她也忙着照顾徐宇恒父子俩，根本舍不得给我们一个眼神。她肯定以为我又会像以前那样，为了佳佳，为了这个家，主动低头跟她认错。但这次她想错了，佳佳没了，我也再没什么顾忌了。一个电话适时响起，我接通，父亲久违的声音响起，比以往像是苍老几十岁。我都知道了，佳佳她我眼前又恍惚出现佳佳从前甜甜的叫我爸爸的场景，以后再也听不到了，忍不住哽咽出声：我后悔了。那就回来吧，佳佳她毕竟也是我孙女，杨家人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其实最早跟吴越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竭力反对，毕竟杨家在毕氏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底下公司无数，就连吴越的海洋馆也是我家的，怎么也不可能让一个海洋动物驯养员进家门。但当时我被吴越独立鲜活的个性给吸引住了，他跟我说，最讨厌那些光有钱的二世祖，我靠自己的能力照样可以过得很好。所以为了他，我甚至跟家里断绝了关系，更为了他一句想要有个人照顾，就专心在家当了家庭主妇。父亲气得大骂我不是个东西，他还提醒我，吴越在国外有个白月光，是他初恋，当初因为家庭原因才不得已分开，让我不要陷得太深，
可惜当时吴越强撑着笑，跟我说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就真信了。结果现实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。现在想来，我恨不得扇醒当时的自己。自那以后，父亲对外都说没我这儿子，但他对佳佳是真喜欢，甚至时常瞒着我，偷偷来看自己的宝贝孙女。佳佳曾跟我说，经常有个像圣诞老爷爷的人来看他，还会悄悄塞礼物给他。所以我知道，这次父亲是真伤心了，但我已经没时间伤心了，有太多的事情等待我去做。我最后抚上墓碑上那张笑得跟向日葵一样的小脸。佳佳，等等爸爸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1周后，吴越像是终于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家。我在客厅听到了他跟在门口对徐宇恒的娇笑声，还有对我的嫌弃声。杨胜要跟宇恒你一样善解人意就好了，一点都不懂得体谅我，整天就知道发脾气，也不干正事。徐宇恒虚伪的声音传来：月月，杨胜可能也只是想要你多关心关心他。浩浩在一边适时插嘴：我知道月月阿姨最辛苦了，换我就不会整天哭哭闹闹。一听这话，吴越笑得更开心了。我们浩浩可真乖呀，听着多像一家呀。我不由冷笑，佳佳刚死，他就忍不住带那2人上门，不过正好也省得我去找。吴越的笑容很快在进到客厅的时候僵住，他指着墙上的灰白照片，哑声问我：杨胜，这是什么？我嘲笑地看了他一眼，语气不咸不淡：没眼睛看吗？这是佳佳的遗照。听到我的话，吴越僵住了半秒，不过很快他就怒极反笑，尖锐地朝我喊道：不就几天没来看你吗？你为了报复我，连挂女儿遗照这么下作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呀！我告诉你，杨胜，你别演戏演上瘾了，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呀！再这样，我直接跟你离婚。说着，他直接暴怒地拿起佳佳的遗像，就想往地上一砸。我瞳孔一缩，直接上前握住他的手，忍不住冲他咆哮：吴越，你他妈闹够了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佳佳死了，死了，你听不听得懂人话呀？说完，我直接抢走他手里的遗像，小心的一点点擦拭。我可不想让吴越脏了佳佳的轮回路，可能从来没被我这么对待过。吴越愣住了，紧接着他像是被什么东西戳中了，开始发狂的怒骂：我不信，你们父女俩联起手来骗我是不是？好啊，今天我就要把佳佳找出来，小小年纪就开始学着骗人，看我不打死他！下一秒，他开始发疯似的在房子里的每一处翻找，边找边骂：出来啊，佳佳，你个小贱人，整天就会骗人，长本事了呀！只是越找他的声音越抖，因为没有一处有佳佳的痕迹，佳佳的东西早被我清出去了。我不想再让这个女人碰佳佳一点东西。最后，他茫然地转头问我：佳佳呢？你告诉我佳佳去哪儿了？终于等到这一刻了，我拎着她的衣领，直接把她扯到电视机前，打开了电视，画面停在了近期的热点新闻：5岁女童在 B 市被4米大白鲨咬致死，但因为未成年保护原则，佳佳的脸上打上了马赛克。我垂眼看吴越，一字一句道：你要找的佳佳在这里，你的亲生女儿被你活生生地送到鲨鱼嘴边，被咬死了。吴越下意识摇头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佳佳。我受不了的直接扇了他一巴掌，吼道：吴越，你他妈好好看，这衣服你没觉得一点熟悉吗？你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来了吗？这时一直隐身的徐宇恒适时出现，挡在我身前，一脸正义道：杨胜，你说话就说话，跟女人动什么手啊？说着，他转身想寻求吴越的认可，
却只见吴越看着电视上的照片，一点一点地瘫软在地上，茫然的眼里涌上泪花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：“不会呀，大白鲨明明就不喜欢人血啊！”我讽刺一笑：“那你咬破佳佳的手指又做什么？”吴越噎住了，半晌才流着泪道：“我真的只是想拖一下，我没想佳佳死啊，我不知道。”看着眼前人还试图反驳的样子，我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，直接扯开徐宇恒，拿出手机里的监控视频，对到他面前，红着眼眶朝他补上一刀又一刀。你他妈知不知道这头鲨鱼是吃过人的，所以那里才被列为禁游泳的深海区呀。但凡你回一下头呢？可你情愿就一个跟你毫无血缘的孩子，也不肯看一眼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知不知道，最后一刻，佳佳还在问我为什么妈妈不要她？吴越，他还只是个5岁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他走的时候有多痛苦啊？是你一步一步把佳佳逼死了，你就问问自己，还是个人吗？吴越看着视频里血红翻涌的海，终于受不住，痛哭出声，边哭边打自己巴掌：“佳佳，妈妈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！”我不为所动地看着他，冷漠开口：“平常也没见你多爱佳佳，现在又装什么深情模样？”吴越，你觉得佳佳当时在鲨鱼嘴里，跟你现在扇巴掌比，哪个更痛？还没待吴越有反应，徐宇恒又上前充当护花使者，皱眉看我道：“杨胜，够了！月月现在失去佳佳已经很痛苦了，你还要怎样？”浩浩也跑到吴越身边，抱着他的手道：“月月阿姨，别难过了，你还有我和爸爸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。”我冷笑出声：“你们急什么？佳佳的死，你们也有一份。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”话落，我直接一拳砸在了徐宇恒脸上，一拳接着一拳。就这么喜欢抢别人老婆，是不是？你儿子跟你一样，他妈的一个两个都是恶心人的玩意。平常在家里，我也没放弃过锻炼。徐宇恒完全没有回手之力，连上前的浩浩也被我一脚踹翻。原本还在哭的吴越，这时又爬过来，跪着拦在我身前，含泪道：“你有什么冲我来呀？佳佳的事是我的问题，但他们是无辜的，你打他们做什么呀？”他这副老鹰护崽的模样，在这几年我已经看了不下数十次了。每次徐宇恒父子都喜欢上演这种装可怜的把戏，这么拙劣的演技，却次次对吴越奏效。就连如今丧女的悲痛下，他也不忘护着这两人。果然，他的母爱与对徐宇恒父子的感情相比，简直浅薄的可怜。佳佳呀，她这种女人根本不配做你母亲。我直起身，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直接甩在吴越脸上。离婚吧，吴越。吴越彻底呆住了，眼里都是不可置信，下意识反问我：“杨胜，你说什么？”我淡漠地垂眸看他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说，我们今天离婚，不是询问，是通知，懂吗？”他像听到什么荒唐的事，皱眉回我：“佳佳的事，我是有错。你现在不理智，我能理解。如果你是因为徐宇恒，那更不必。我们没你想的那么龌龊，只是老同学互相帮忙而已。”说着，他还想继续辩解。我揉着太阳穴，不耐烦地厉声打断：“吴越，我就问你，签还是不签？你不签，我之后有的是手段让你签。”吴越被我吓得一愣，羞愤地起身，直接把协议给撕碎了。“杨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家里都是靠我，没了我你能去哪儿？今天我看在佳佳的事上，不跟你计较。”说完，他抹着泪，拉起徐宇恒父子就想走人。我只在他们临走前，最后淡淡出声：“吴越，去深海区是浩浩提的，对吧？如果他们真有你说的这么无辜，
就不会在知道这片海的鲨鱼吃过人的情况下还执意要去，更不会在你要给佳佳放血的时候一言不发。吴越脚步一顿，最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了。但我知道，没多久他就又会回来找我，求着我离婚。果然，没几天，吴越就蓬头垢面地找到我，原因无他，因为我直接让海洋馆解雇了他。虽然他哭着闹着说自己是海洋英雄，怎么可以随意解雇？可惜了，现在我是杨家的继承人，海洋馆的主人，任凭他怎么闹，我就是不松口。其实本来他的工作能力就一般，能拿这么高的薪资，还是海洋馆经理知道我的身份，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批的。甚至家里就他给的2、3千根本不够用，还是我掏着存款补贴。而吴越自己又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本就没有多少余钱，现在加上还要养徐宇恒父子，更是捉襟见肘。别的海洋馆也在我父亲的暗示下，没人敢接收他。我在适时找人在他面前不经意透露出我的身份，果不其然，他就走投无路地找上我了。他红着眼质问我：“杨胜，原来一直以来你都在骗我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不想靠男人，要自立自强。”他又噎住，好半晌才道：“你是因为佳佳的事特意报复我吗？”我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，反问他：“不该吗？你知道佳佳最后有多痛苦吗？她这么爱美一孩子，没了手，没了脚，这些都是因为你。”吴越听到我的话，他身子开始止不住的颤抖，神情恍惚地流下泪。看着他这样子，我残忍地笑了，又从身后又取出一个被缝合的奇奇怪怪的小熊。这是我在清理佳佳东西的时候，在她床下找到的，像是怕被某人发现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当时因为你觉得佳佳哭得太吵，把这个熊给一把剪碎了。但你可能忘了，这也是你送佳佳唯一的一件礼物。后来佳佳又一点点自己拼上了。吴越看着我手上的熊，神情完全呆滞住了，又在我摁下熊腹部一个按钮后彻底崩溃了。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着佳佳哽咽的声音。他问：“熊熊，你说妈妈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肯定是我做的不够好，对不对？我不该哭的，但那些男生打我，好疼啊！你说，下次我忍着，妈妈会高兴吗？熊熊，你是不是也有妈妈？别人说妈妈都是爱女儿的，我想妈妈一定是爱我的，只是每个妈妈表达方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”是的，这是一只具有录音功能的小熊，可能连吴越自己都不知道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，小熊偷偷记录着佳佳多年以来渴望母爱的心声。纵使已经听过很多遍，这次我的眼眶还是忍不住红了。我的佳佳，她不知道，不是每一个妈妈都爱孩子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情愿去陪别人家的孩子，也不愿见他最后一面。而吴越的状态更是癫狂，边哭边拿自己的头撞墙，嘴里还喊着佳佳，是妈妈不好。突然间他又似乎想到什么，回头死死看我：“佳佳的墓在哪儿？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求你了，告诉我佳佳的墓在哪儿？”说着他还上前扯住我的袖子，我一把甩开，冷冷看他：“死了这条心，你不配当她的妈妈，我更不会把佳佳的目的告诉你的。不过佳佳最后给你留了一句话。”吴越立马带着希冀看我：“什么话？”我没有正面回答。现在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毕竟最痛的一刀得在最致命的时候再下手。马上我又话锋一转，笑意不达眼底道：“不过你想恢复海洋馆职位也不是不行，只要我什么？”吴越恢复了点神采，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只要你把离婚协议给签了，
说完，我把离婚协议往他面前一推，他身子一晃，怔怔看我：“你不爱我了吗？”杨胜，我被气笑了，不知道眼前人怎么有脸问出这种话的。我现在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，还爱他，只不过直接让他去死，有点太便宜他了。所以我打断他的念想，在徐宇恒出现的那一刻，在佳佳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没有了可能。吴越，他神情委屈地看着我，你果然还是在意我和宇恒，我们之间真的没……我最后说一遍，想要保住你的工作，就给我签。我不耐烦地直接打断，最后吴越如捏着嘴唇，僵硬地吐出一个好字。我满意地笑了，他不知道，前面等待他的才是地狱。很快，如吴越所愿，他恢复了职位。不过我也与此同时放出了那段监控视频，早已联系好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一齐发力，将海洋英雄将自己的女儿喂鲨鱼的词条顶上了热搜第一。仅仅他恢复职位的一个下午，全世界都知道他做了多丧心病狂的事。我更是在采访里声泪俱下，他为了救自己初恋的孩子，直接咬破佳佳的手，让他来拖时间。我的佳佳才5岁啊，他还那么小，他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救佳佳，他却一次头都没有回。明明佳佳才是他的亲生女儿啊！这一视频跟出事时吴越害羞被采访的视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被疯狂转发，舆论瞬间倒转。原本被捧得高高的吴越跌落神坛，大批网友开始涌到吴越账号底下，开始人身攻击，骂他虚伪、丧心病狂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下得去手。谩骂像毒蛇一样狠狠缠着吴越。这一趋势开始蔓延到了线下，一开始只是大批联名反对吴越去海洋馆上班，毕竟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害，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的孩子？但我可不会让吴越轻易离开。当然，为了生存和那点工资，吴越也不敢离开，这一切都是他该受的。于是众人看赶不走他，开始买票进海洋馆，拿各种石子、烂菜叶砸他，甚至后面有人拿尖锐的玻璃丢他。吴越怕了，渐渐的不敢在台前活动，只能屈身台后做些杂活。可这也抵挡不住恶意。馆里的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后，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奇怪。从前吴越没少仗着工资高，就各种指导他们，如今更因为他，海洋馆被众人唾骂，新仇加旧恨，恶意被无限放大。于是吴越在馆内也遭到了霸凌，当然里面也有我的一点小手脚。吴越曾经那么冷漠地对着被霸凌的佳佳，如今也该让他尝尝被霸凌的滋味。在一个下午，吴越实在忍受不住了，躲在海洋馆的员工更衣间，拨打出了我的电话，朝我哭诉：“杨胜，我好疼，他们打我。”我只是轻笑一声，一如当初他对佳佳那般轻飘飘道：“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不就打你2下吗？至于那么大惊小怪吗？”电话那头的吴越脸色一白，愣住了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求助我无门。吴越只剩徐宇恒了，不过我也没亏待徐宇恒，他的处境也不好受。我曝光了他这个男小三的信息，找了私家侦探，给我全程转播他们的悲惨境况，然后又雇了一帮又一帮小混混，隔2天就给他一个教训。有钱就是好啊，教训人都不用费自己的手。于是徐宇恒只得整天躲躲藏藏，连带着浩浩在学校里也开始遭人歧视。吴越来找他们的那天，浩浩哭着跑回家，吴越刚想关心地靠近浩浩，问他怎么了，却被浩浩猛地一推。他恶狠狠地盯着吴越：“都怪你，都是你这个贱，
浩浩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徐宇恒捂住了嘴。徐宇恒抱歉地朝一脸惊诧的吴越笑笑：“月月，你也知道，最近大家的情况都不大好。”吴越瞬间泪落了下来，忍不住扑到他身上抽泣，诉说最近的悲惨遭遇。徐宇恒轻拍吴越的背安慰，开口道：“那我们结婚吧，吴越，反正你跟杨胜已经离婚了，我想保护你。”月月。吴越霎时感动得不能自已，他也自然没看见徐宇恒在他背后嫌恶地笑。徐宇恒跟他结婚的理由可没那么高尚，背地里我已经私下查过徐宇恒了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人，酗酒还有家暴史，最喜欢玩的就是骗婚那套。之前他的妻子就是受不了才跑路的，如今他跟吴越求婚，不过是为了能更好地掌控吴越那还算可观的工资，但吴越不知道，还心怀希望地以为找到了出路。不过他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很快他就跟徐宇恒领了结婚证。徐宇恒借口资金困难，潦草的甚至连婚礼都没办。而婚礼之后，徐宇恒之前许诺的保护更是像放屁。吴越朝他哭诉，他就当没听见，只一个劲儿指挥吴越去给他买酒，还强硬地让吴越将工资全都转给他。吴越受不了，流泪朝他大喊：“徐宇恒，你之前不是承诺要保护我吗？你现在……”不过他话没说完，就被徐宇恒不耐烦的一巴掌扇在了地上。自此，徐宇恒干脆不演了，彻底将真面目曝光，整天除了喝酒就是喝酒，一点不尽兴就会对吴越动手。吴越本来指望自己一直疼爱的浩浩说两句，没想到浩浩本就是个蛮横的性子，如今更是恨毒了他，有时也上来补上几脚，边踢边骂：“都怪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！”我看着私家侦探传来的视频里，吴越噩梦般的生活，愉快地笑了。快了，快到收网的时候了，这些人一个都逃不掉。在吴越濒临崩溃的时候，我让私家侦探适时出现，把之前那个录音小熊给了他，里面有我没给他听的一段话。佳佳哭着朝小熊问：“小熊，妈妈带过来的那个哥哥又打我了，怎么办？他在幼儿园还找人掀我裙子，我不敢告诉妈妈，妈妈一定会难过的。小熊，小熊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”听到这里，吴越再也忍不住，当场崩溃大哭。没错，他一直疼爱的浩浩就是霸凌佳佳的罪魁祸首。可笑的是，他为了这么个东西，把曾经那么爱自己的女儿丢给了鲨鱼。吴越抱着脑袋，似乎怎么也想不明白。等他浑浑噩噩地回家里，徐宇恒和浩浩都被我找人灌了大罪。于是吴越在门口听到徐宇恒直接不屑地骂他：“妈的，那个贱人去买个酒还这么慢！浩浩，你说那贱人傻不傻？”浩浩直接拍手应和：“爸爸，就是，又傻又丑的，连那个拖油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哈哈哈哈哈！还是宝贝聪明，想出喂鲨鱼这种主意。那贱人也是自己贱。听到这里，吴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颤抖着身子，指甲不自觉掐进了肉里，再抬眼，满是泪水的眼里已经充斥着疯狂。吴越彻底疯了。于是在一个筹谋已久的下午，他将迷药下入了徐宇恒和浩浩的饭里，然后再将他们五花大绑至一处悬崖，悬崖底部就是那片佳佳遇害的海。他将浩浩绑在悬崖边，等浩浩清醒过来后，顿时被吓尿了，哭着喊不要。月月阿姨。不远处的徐宇恒也悠悠转醒，直接被吓傻了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不停哀求吴越：“月月，你别冲动，之前都是我的不对，你好好说。浩浩还只是个孩子，
吴越神色瞬间变得癫狂，歇斯底里地朝他大喊：“我的佳佳也只是个孩子啊！你们骗我，还害了我女儿！我要你们都到海里给我女儿偿命，这样她就愿意回来找我了。”看事情败露，徐宇恒气急了，直接开骂：“放屁！我们顶多只是开了个头，是你他妈丢下自己女儿不管的，是你害了她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我看你是疯了。”吴越疯狂地摇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佳佳只是没消气，所以才不来梦里看我。等我把你们都杀了，她就会回来了，一定是这样。”说完，他一下就割断了浩浩的绳子。听到浩浩的惨叫声，徐宇恒红着眼朝吴越扑过去。吴越疯狂地大笑，没有躲闪，直接掏出藏在怀里的匕首迎了上去，一刀又一刀捅向了徐宇恒。他杀红了眼，捅地底下的人都变了形，才恍然松手。他怔怔站起身，喃喃出声：“佳佳，佳佳，你在哪儿？妈妈看不到你。”在后方车里的我收起了望远镜，给他拨去了电话：“吴越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佳佳最后说了什么？”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希望一样，激动地问我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不要你了，佳佳不要你了。”吴越，佳佳不要妈妈了吗？当晚，警方在崖边发现一具男尸，海下发现一落水而亡的男童和女尸，初步判断为家庭内部矛盾导致的惨案。最后，他们在女主人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样子奇怪的玩具熊，摁下按钮，里面突然传出一道女声：“佳佳，妈妈爱你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